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今天的故事是频道会员共同投票选出来的日常生活恐怖故事主题哟。想要加入会员的话，每月只需5令吉或者台币45元就可以加入咯。这期故事不是标准的鬼故事，但却经常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哦。星星也非常能感同身受，毕竟活在这个时代，大部分人多少都会感觉焦虑，只是焦虑到生病的这群人，他们的经历绝对比见鬼可怕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位呢？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，感谢你啦！那我们开始咯。在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好几年后，表面上的我看起来混得还不错，但其实我的内心一直都有一把声音叫我别打工了，去创业吧，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吧。当时我也有跟身旁的朋友聊到说我想出来创业。啊，你要出来创业？不要啦，很冒险其实我有私下抽空做啦，已经有点收入了，所以我才想要全身心投入嘛。还是你先把这个当副业来做啊，不然你辞职之后没有收入，感觉还是会很压力耶。你说的也是吼，这样的话的确比较妥当一点，那就暂时先维持这样吧。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我的副业虽然有进展，但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下去，正职收入没有上升空间了，私下副业也进度缓慢，两边都要顾，弄到我很难完全专注，最后还可能两头不到岸。于是在存了好几年的创业资金后，我决定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，把我的副业转正，变成正职。就这样很快的过了2年。是的，只能说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是很骨感啊。就算已经用尽全力出来做了2年，我还是没办法达到收支平衡。虽然说收入是有在缓慢增长啦，但之前省吃俭用打工存下来的钱也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。没事的，今年一定可以达成收支平衡，之后就会慢慢回血了。吃完晚餐继续开工。よし！是的，自从开始创业后，我的晚餐和宵夜就经常在 Seven 解决了。就在我要扫码付费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我再试多一次后。哇啦，付1个钱而已哦，有必要这么慢吗？可以快一点吗？就是啊，他在搞什么啊？哎呦，扫码都会失败，是不是没钱啊？你看起来就是一脸穷酸样，难怪连面包的钱都付不出哎！还让后面客人等，到底怎么敢在这里丢人现眼的？你看看你这2年到底在忙什么啊？连份晚餐的钱都刷不出来，怎么就这么炫啊？小姐不好意思，刚刚机器出问题了，可以麻烦你再扫码多一次吗？好。你咳嗽就盖住嘴巴啦，不要传染给别人好不好啊？Sophia 都没起床啊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要不要再看多1集呀？有人很得空竟然还想多看1集呀！都入不敷出这么久了，
你不是应该把休息和看剧的时间都拿来工作吗？这么不自律，你还想财富自由？再努力点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窝囊，在这里吃面包了啊！可怜哦。难道你要这样一辈子住在父母的家吗？别人每年都能出国玩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到底要什么时候你才能做出点成绩啊？就不能现实一点吗？真的是有够天真哎！都入不敷出这么久了，这么不自律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就不能现实一点吗？有够天真哎！星星，你在干嘛？叫你很久了吼，怎么都不出来？来吃点水果啦！咦？哦，星星，你怎么了？星星，你还好吗？星星，星星。医生，我的女儿怎么了？心电图、验血报告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女儿的身体也很健康。那我女儿昨晚怎么会这么辛苦啊？你的女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切正常，可是她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了。其实我自己也知道，辞职之后，我一直都对收入不稳定这件事感到焦虑和自卑。从一开始心情无法完全放松，到不断紧张压力导致的胸闷和过度换气，直到最近经常晕眩和心悸，脑袋还一直被不断冒出的负面想法给淹没，身心其实快撑不下去了。这种病在现今的社会很常见，这些药你定时吃，可以让你的情绪平缓一些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多休息，多出门走走运动，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而吃了那些药之后，我是不会再焦虑了，但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因为吃药后，我的情绪像是被强行抹平一样，没什么情绪起伏了。我不会难过，也感受不到兴奋，那个情绪的开关似乎被关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坐在电脑前面打开 Word 档，要准备写方案的时候，以前的我可以立马输出，非常顺畅。但吃了药后，我的脑袋好像卡住了，手在键盘停留了很久，却一个字也打不出，而且还很想睡觉。要知道，这对靠创意吃饭的我来说是很要命的。那种有点行尸走肉，对周遭失去兴趣的感觉也挺可怕的，所以渐渐的我就开始不吃药了。就这样过了差不多1个星期，我久违的跟我的朋友们聚餐，地点就约在了一间西餐厅。嗨，星星，我们好久不见了诶，你过得怎么样了啊？哦，Hello， 我过得还不错啦，哈哈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家星星现在可是自己出来创业当老板娘的耶，怎么样，也入过万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冰皮，你不要闹了啦。就替你开心嘛。那饭团你嘞，过得怎么样啦？看你最近的 IG 好像换了车呢，是一辆奔驰是吗？啊，对呀，最近工作方面被老板肯定，就被升职加薪了，我就去买了1辆车来奖励自己，接下来又要继续替老板卖命了咯。你还装起来了哈，有点本事啊。我去上个厕所啊。我到底是怎么了啦？别人过得好，到底干我什么事啊？你不也在做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了吗？不要那么敏感好不好啊？刚刚聊到哪里啦？你们继续啊。
星星，你还好吗？我刚刚都看到了。星星，就这样，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，包括创业不是很顺利，还有焦虑到身体出问题去看医生的事。没想到他们两个不但没有评判我，反而耐心的倾听，试着理解我的感受和处境。老实说，我的工作也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啦。你都不懂我有多少次被老板和顾客骂到臭头嘞。可是我实在不敢离职，也不知道除了这份工作还能做什么，所以目前只能先这样了，哈哈。就是啊，我的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工资是不错，但是每天通勤2到3个小时早出晚归，还3天2头加班被催，都不懂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到头啊？是你的话，肯定也不想这样过的，我都不懂抑郁几百遍了你要不要试试中西合并啊？俗话不是说西药治疾，中药治本吗？对啊，虽说中药也不便宜，你也试试看啊！我有很多亲戚阿姨都是喝了中药治了很多老毛病呢。我知道有一间中药店，那个老板很厉害的。听起来好像很不错那冰冰，你等下告诉我地址，我明天就……那天的聚会，我其实觉得很感动。虽然被他们发现我的不对劲，有点丢脸，但他们愿意站在我这边跟我聊，我就觉得好多了。他们最后还请我吃了当天的晚餐呢。星星，我已经想好下几次要带你去吃什么了，让我用好吃的来疗愈你吧。早点休息啦，晚安喽，我最勇敢的 Star。记得试试我介绍你的那间中药店啊。于是到了隔天一早，我就去了冰皮说的那间中药店。一走进去，我就闻到了店里独特的药材味。看着店内老旧复古的装潢，这应该是一间已经经营好多年的老店了。老板看上去好像有点厉害的样子，我应该没找错地方吧？小妹妹，你来这里找什么东西啊？老板，我想问你，这里有没有卖可以治焦虑的中药啊？我有在吃这些西药，可是吃了过后感觉整个人怪怪的，但不吃的话，我一焦虑起来，身体又会开始出状况。焦虑症，那些西医把这叫焦虑症，但是在我们这一行有个说法，你其实是中煞了。什么？我中煞了？你是说我被鬼上身吗？其实这个病在玄学有另一个名称，叫真冲煞。这个名字太中二了吧？老板说，这个煞只要我内心越恐惧不安，越自责，它就会越强大，直到最后，它会把我全部的精气神都吃抹干净，让我每天都活在崩溃的边缘。那些你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声音，根本就不是你的真实想法，你别被他骗了。这个煞非常狡猾，它会一直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这样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恐惧去喂养它。老板说的没错，每当那些声音出现时，我就会开始莫名的恐惧和不安，似乎脑中那根理智的弦被狠狠地扯了一下。老板，那这个煞要怎么弄掉啊？难道我应该去庙里找师傅？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放下执着，接受现状，也接受最坏的情况，心中没有恐惧，不用你赶，它自然就会离开了。来，这几包药材你拿回去包来喝，喝完会有帮助的。但是这些药只是辅助，它只能暂时让你平静下来，没办法完全把这个煞除掉。可以的话，还要多去晒晒太阳，能帮你去掉身上的阴气。这煞是极阴的东西，它怕阳气。我就说这么多了，
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总共5000块。好贵。之后我就带着药包回去了。或许真像老板说的，我一直都宅在家工作，没晒到什么太阳，实在太缺乏氧气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那天的太阳晒得我好舒服，好解压哦。回到家继续忙了一阵子后，我喝了那碗中药就去睡觉了。唉，怎么又失眠了？知道为什么你睡不着吗？那是因为你的存款快见底了，生意还半死不活的。看看你的朋友，再看看你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就是个躲在父母家吃白饭的废物。是的，那个每晚折磨我的声音又来了。但是这次很意外的，我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。我想，应该是那碗中药起效果了吧。你说完了吗？存款没了，我可以回去打工再赚啊。朋友过得怎样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他们赚多赚少，我也花不到，比来比去，要比到几时啊？我有那么闲吗？你一直拿同样的事情威胁我，到底烦不烦啊？可不可以有点创意呀？idea 呢？还嘴硬啊？大家都换车买房了哎，只有你一直在原地踏步。你不知道你的朋友私底下都在看不起你吗？连一份晚餐钱都差点付不出来了，就不觉得丢脸吗？就不怕最后身边的人都抛弃你吗？丢脸？在商场付款失败的那几秒，除了我自己在折磨自己，还有谁真的在意啊？被别人看得起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而且什么叫原地踏步？难道尝试还没成果就是原地踏步？我如果只是空想却不去行动，那才叫原地踏步吧。再说了，我的朋友也没有抛弃我，他们的关心和体贴我都感受得到。你不要一直扭曲现实了好吗？哟，很会狡辩呢，全都是自我安慰的话。你要这样当鸵鸟到什么时候啊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个 loser 嘛，还那么多废话。反正你也撑不了多久了，等你的存款都用光，我看你怎么收拾残局。到时你吃什么药都没用了，人生就等着被毁灭吧。唉，好，你真是厉害说鬼故事诶。我只是工作还没稳定，就被说成会世界毁灭啊！你就继续说吧，要是今天吓不死我，我明天照旧起身吃喝拉撒，看看世界几时会毁灭哦。他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他不怕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看你今天就说到这里吧，我真的要睡了，你滚吧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明天、后天，每一天，只要你还有自我怀疑的时候，我就永远找得到你，你这个 loser。虽然之后的日子，我还是会经常听到那个声音，也会有一时之间扛不住被他打败的时候，但次数已经明显减少了。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慢慢不去在意他，身心也开始好转了。我想，要是没有医生和那位老板的帮助和提点，我应该还陷在焦虑的漩涡，无法爬出来吧。呀塞！很快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差不多3个月，我的收入终于第一次超过开支了，而接下来的生活也终于慢慢步上轨道。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已经能和焦虑情绪共处，只要不过度否定自己，有时它反而还能督促我前行和保持警惕。这件事后，我真的成长了很多，但同时也莫名多了一种能力，那就是
像看得到我们哎。那又怎样？反正他也除不掉我们啊！哼哼哼哼哼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星星也曾经经历过第一次辞职就出来跟饭团一起经营小生意、存款吃紧的情况。当时真的是每晚都焦虑到失眠啊。但我们还算幸运的，虽然生意最后没法经营下去了，还好也存到一些钱，足够撑到我跟饭团重新出发去打工。现在又继续鼓起勇气出来做动画频道了。所以星星真的很佩服，也很心疼每一位还在跟情绪问题做抗争的朋友。想跟你们说，千万不要放弃自己，也不要一直对自己说狠话。谁知道那道曙光会在何时出现呢？当然了，在曙光出现前，也要积极求助，不论是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是医生，只要能开口求助，积极找方法，就一定有救。人生那么长，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好啦，很感谢你们耐心的看到这边，记得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喜欢的话，一定要帮星星订阅、点赞或者加入会员，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了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零星鬼探社的社员们、干部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 L、估计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哦。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和 Nicolife 喵太，感谢你们啦！